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接下来的一年之内，给到你们的3个预言啊，会发生哪些对你们有利的事情啊？那在我们面前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1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组牌啊。首先第1组牌我们抽到的这张 The Key 啊，它是一把钥匙啊，会打开一扇门，你们会拿到一把属于你们的钥匙，暗示着你们会走出自我封闭啊，打开那扇一直困住你们的人。这把钥匙呢，它可以以任何形式呈现在你们的面前，比如说拿到一个录取通知书，或者说它甚至可以象征的是一句能够让你们恍然大悟的话啊，走出执念，或者说在你们不懈的努力和尝试之下，终于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风格去展示你们自己。所以说这把钥匙它泛指的是你困扰你们很久的一个问题会得到解决。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取决于现在的你们正在受到哪种问题的困扰，这把解决问题的钥匙它就会显化出来，有点像是念念不忘则必有回响吧。但是前提是你们一定要有足够的渴望去把它解决掉。行动本身它就像是一个催化剂一样，能够加速你们找到这把钥匙的过程。这把钥匙它也可以指的是你们在1年之内啊，会找到一个能够调理自身身体健康的钥匙，比如说冥想、瑜伽、慢跑等等。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啊，会打开你们混沌的身体，让身体与力量融合，调节内在，清除杂念，感受到当下的平静。而第2个预言呢，它是这个 crossroads 啊，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正在缓缓的展开，分岔路口会显化出很多不同的道路，可能你们会有一些选择困难症，但是你们要记住啊，在做选择的时候，一定不要有太强的得失心，不要什么都想得到，更多的是在做选择的时候遵从自己内心当中的感受，在做选择之前要谨慎一点，但是选择之后要笃定一点，不要患得患失啊。 Crossroads 的话，当你们迎来的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啊，在1年之内你们做出选择的那一天啊，它是不可预测的，它可能是相当沉闷和平凡的一天，你们会以为是你们生命当中非常普通的一天，但是在1年以后你们回过头来再看你们做出的那个选择，那个平凡而沉闷的一天，其实是你们生命当中巨变的开始啊。所以说这个预言就预示着你们在1年之内会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而且这个选择它会让你们的人生走向正轨，你们会阴差阳错的选到那条最适合你们的道路。只不过那条路呢，并不是当下的你们就能够确认的，而是你们在做出选择以后坚定不移的往前走去，当你们回头再看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原来那就是命运给你们的馈赠。不要害怕选择，拥抱选择，人生有很多选择，有人选择安逸，有人选择奋斗，有人活在过去，有人拥抱未来，你们做的每一个选择都会把你们推向命运的终点。那么你们不能够决定命运的终点是什么，但是你们可以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做出符合你们内心当中那个指引给到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这样的话，那个命运的终点啊，大概率和你们内心当中那个隐隐约约感到的未来它是一致的。所以说在你们的生命里边啊，有什么你们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去爱的人，就大胆的去做，大胆的去爱，生命是不会辜负你们的，宇宙会厚待那些勇敢的、坚强的、多情的人。而第3个预言呢，它就是一个苗 the anchor 啊，它代表的是一个方向啊，在接下来的1年你们会确立一个发展的方向，而且当这个锚它抛入到水底的时候，它也会沉下去，它其实象征的是一种沉淀，把自己沉淀下来，在某个领域当中深耕和扎根，摆脱这种浮躁的状态。你们可能说你们还会经历一次失意和打击，然后慢慢的才会有这种意识啊，去积累人生的厚度，为再次出发积蓄能量。在这1年当中，你们可能会经历一个让你们感到崩溃的瞬间，有一些事情啊没有按照你们期待的方向发展，其实这反而是你们自我成长的一个契机啊，因为这会让你们真正的去戒除掉那些浮躁和傲慢，沉下心来去思考一些东西，复盘，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所以说呢，这张牌它还有一个暗示，就是抛下自己沉重的过往，让那些困扰你们的没有答案的问题和你们的心事全都像这个锚一样沉入到大海的深处。
这张牌呢，它也象征的是一种独立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沉淀的过程。这种沉淀背后的努力，它其实并非是为了得到某个结果，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那个终点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你们在这个通向终点的过程当中所欣赏的那些风景，它其实是更重要的。就是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呢，你们也有可能会经历一些挫折，会撞上一堵墙，但是呢，你撞上去的那堵墙，它反而能够让你们看清楚自己。有一些东西看起来是在碾压你们，其实是在就是给你们压力的过程，反而是在解放你们，这样你们才能够积蓄这种力量去强烈的反弹，释放这种压迫。通过自己的努力，你们会让自己的时光变得有意义，自身得到沉淀和滋养。在接下来的一年是你们人生当中最丰盛、最充盈的一年。那么这张，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女皇啊，它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它就是一种，你们会成为一种主导者的这种能量吧。你们会发现，你们经历过的那些美好的事情，其实都是由你们自己主导的啊，因为你们对于细节、对于整体的结果是有一种把控的。所以说，当主导权在自己的手上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大多数都会是美好的。但是主导权在别人手上，你们把这个选择的权利和主导的权利交给别人的时候，那么你们可能就会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就会患得患失啊。权杖女皇的话，我觉得它也是告诉你们啊，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起来，做自己的主人，不去取悦谁，只丰盛你们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资源向你们聚集而来，被你们的这种能量场所吸引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权杖女皇啊，应该说在接下来一年当中，你们会做出一些新的改变啊，身份的改变，可能会成为一个领导者、决策者、创业者，甚至可能有的人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啊。职业的级别和身份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而第二张牌呢，星币9，在接下来的一年之内，可能有一部分人会结婚啊，它象征的是有一个能够陪伴你们余生的人，在接下来的一年之内会出现，会收到一个很贵重的礼物啊，也有一点像是那种定情信物的感觉，而第三张牌呢，星币国王啊，在一年之内可能还会有一个拿着星币的土象特质的贵人出现啊，摩羯、金牛或者说处女啊，他是一个资源的拥有者，大概率是男性贵人，年长你们5到10岁，有着很雄厚的财力和很多的财富。这个星币它泛指的一种资源，比如说你们要创业啊，在职场当中啊，它是在积累资源的过程啊，因为他看中了你们身上的潜力和价值，可能愿意把他们身上的一部分资源分享出来，赋予你们一些能量，能够让你们得到一个快速发展的推动力啊，有一些事情会加速。但是这个人呢，你们不需要去主动的追逐他啊，因为这个贵人通常来说啊，自身价值比你们高的人，你们主动追逐是没有用的，需要你们自身在某个领域当中做出的一些成就打动他，他才会来主动的找你们。所以说你们要做的呢，就是把自己手上的事情做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有人能够看到你们的真诚，主动的来找到你们。第4张牌权杖8啊，接下来的一年你们会跨过人生当中的一道坎啊。其实你们现在一只脚已经迈过去了，等你们跨过这道坎以后啊，并不是说接下来就会一帆风顺，什么阻碍都没有了，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关卡在前面。但是当你们跨过了那个最难的坎以后，你们就会对自己生发出一种由内而外的笃定和自信。你们会觉得那些困难和挑战降临在你们的面前，一定是宇宙认为你们是可以克服它的。跨过了那道坎以后，你们的身心灵会有一个蜕变，会完成一个飞速的成长啊！这张牌它也象征的是在一年之内，你们会有一个个人能力上的飞跃，思维想法上的飞跃。在接下来的一年啊，最关键的阶段，你们要顶住压力，去跨过那道坎，抓住一线生机，激发出你们强大的斗志，一飞冲天。当你们习惯了命运对你们的考验之后啊，我觉得你们会生发出一种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从容。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第二组牌的话，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 The Cross 啊，这个十字架，我觉得在接下来的一年你们会得到庇护或者说保佑，这可能和你们内心当中的一种信仰有关，你们会确立一个信仰，它更像是一种心态或者说精神的力量。当你们在这一年里边陷入到人生困境或者说面临到挑战的时候，你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信仰去激发一种力量，帮助你们顺利的度过这些难关。在你们个人的这种经历当中啊，其实很多次都是借助这种由内而外的信仰的力量，从逆境当中走出来。第二张牌呢是 The Sickle 啊，它是一个镰刀啊，它象征的是，我觉得在接下来的一年，应该是有一些事情的发展，它到了收获的阶段了啊，不是要刻意的去收获什么，更像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结出的果实。它象征的是一种因果关系即将收尾，播下什么种，撒下什么水，就会收获什么花。如果说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保持真诚，或者说偷懒的话，可能那个结果就会低于预期。但是如果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全力以赴，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对得起自己的心，那么你们一定就是会收获到一些超出你们预期的东西。如果说你们正在准备某个考试，那么如果你们全力以赴的去做它去准备它，那么你们就会通过它。如果你们现在正在为了某个人而变得更优秀，那么你们就会靠近他，你们付出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你们的付出和你们得到的东西是完全等价的。所以说这张牌呢，我觉得它也对应的是遇到瓶颈期的人会因为你们的努力而得到一个向上突破的机遇。当然这种努力并不是说你们一努力就能够向上突破，而是在你们持续不断的积累和沉淀自己的过程当中，你们会猛然发现你们已经有了这种力量去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某种障碍或者说问题也会得到解决和改善啊。所以说这种收获不是强求的，是你们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得到的。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执念和妄想，就脚踏实地的去不断的重复的做一些事情啊。你们付出什么就会得到什么，没有捷径可走，也不要投机取巧。当你们愿意为了一件事情付出时间的时候啊，时间它总会想办法回馈你们的。第三张牌呢是 The Tree 啊，你们现在种下的一颗种子，在一年之后会长成参天大树。也就是说，你们可能会习惯性的低估你们在这一年之内完成的成长和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种子在破土发芽之前，你们是看不到它的成长的。也就是说，从一颗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啊，它的时间可能比你们想象的要短，但是呢，它的这种生长不是线性的。在达到那个临界点之前，你们可能会感觉到是不是自己在做无用功，或者说在原地踏步。实际上呢，一旦当你们突破了这个临界点以后，那么这颗种子它就会迅速的成长啊，最终变得枝繁叶茂啊。所以说这棵树它也象征的是一种生命力啊。我觉得在这一年之内，你们会找到一种方式去唤起你们内心内在的这种身体里边有生命力的那种东西。我觉得现在你们的状态可能是会有一点麻木和迷茫吧，不知道自己在为了什么而活，不知道自己在为了什么而奋斗。那么在这一年当中，你们会重新唤起你内心当中的那种生命意志和生命能量。我觉得在一年之内，你们可能会去做一些很大胆，甚至有一些疯狂的选择和行动啊，还有改变啊，因为你们是生命的体验者、创造者，你们会全然的去感知和创造，活出最大的生命力啊。将你们内心当中的那种不确定都变成一种顺势而为啊，心有清净则自然生长啊。所以说我觉得它象征的是在接下来的一年之内，如果说有在创业的朋友啊，你们打造的一个生产资料可能会快速的发展啊，或者说你们在学业上面在准备某个考试啊，你们会在某个时间点恍然大悟，找到了某种诀窍，就是突然开窍的感觉，快速的实现一个成长。那么这棵树的话呢，它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暗示吧，就是你们会走向人生正轨，去做那些正向的能够积累的事情，保持你们的专业敏感度，无论是你们的能力、你们的创造力、你们的想法、你们的经验，都会随着时间积累越来越高，你们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富有生命力，像搭积木一样，只有持续的搭建才能够越来越高。我觉得这棵树呢，你们在一年之内可能会
就是说找到那种热情吧，热爱的一件事情，可能和你们小时候的某种梦想有关。当你们找到它的时候，你们就会全力以赴啊，活出最大的生命力。而这张宝剑女皇呢，它就是一种风向特质吧，有逻辑、有条理、有清晰的规划，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宝剑的这种风向能量啊，它也是有一种狠心把自己从情绪的泥潭里边抽离出来的这种决心啊。有一些事情解决不了，其实是因为你们自身的情绪化太严重啊，太重感情，太优柔寡断。当你们把自己从情绪化的泥潭里边抽离出来，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抽到这组牌，你们其实是需要某种无情的，因为你们太多情了，所以说你们总是会在一些关口反复的徘徊和纠结。只有当你们在无情的状态里边，只有你们是完全绝对的理性的时候，你们才能够更好的处理事情啊。第二张牌呢是星币7啊，这张牌呢和那张 The Tree 啊，它其实也是想告诉你们相同的事情，就是要做那种可以重复的被积累的事情，因为这种优势一旦被积累，就会不断的放大，那么你们1年之后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惊人的。我们常常会高估我们1个月的变化，但是会低估我们1整年的变化。所以说在这1整年当中，如果你们每天都朝着一个方向做着相同的事情，一点点的进步的话，即使每天往前挪动非常微小的距离，365天以后，你们也会惊讶于自己进步的幅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踏出第一步往往是最难的，但是只要你们开始做的时候啊，你们就会如释重负，你们的精神内耗会找到一个出口，就是在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你们的这个精神内耗就会瞬间消失。这个时候呢，你们就会有一种惯性能够推着你们工作很久啊，一转眼你们可能就把最困难的那部分挑战全部都解决掉了。而第3张牌呢是这个命运之轮啊，它就是有一种时来运转的感觉。当这个命运之轮开始转动的时候，守护在你们身上的守护灵会发生变化。在这1年当中啊，你们的性情、性格、思维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比如说你们之前一直都过得很惨，郁郁不得志，那么在接下来的1年当中啊，可能整个大环境它就会对你们有一个推动力，因为之前命运之轮可能是朝着一个你们阻碍你们的方向运转，但是在1年以后，在这1年当中，命运之轮会顺着你们往前走的方向推着你们前进啊，它有一种时来天地皆同力的感觉，就是在接下来的1年当中，你们选择前进的那个方向和风吹来的那个方向是相同的，会给就是这张牌呢，它是应该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好运吧。当你们站在风口上的时候，你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比别人更快一点。这张牌也是在提醒你们啊，如果你们感觉到你们和整个大环境是对着来的，那么你们让自己松弛一点，不是让自己躺平，而是保留体力活下去，等待那个风口的到来啊，等待那个大环境转变成为对你们有利的这个趋势，等待命运之轮开始发生改变。如果说你们当下感觉有一股力量在阻碍着你们，比如说这个水逆持续的时间超出了你们的预期啊，这个时候就放松下来就好了。松弛感能够让你们保持自身的新陈代谢，边收缩边保留体力，然后一边不断的向外扩展自己的边界，寻找机会，探索，向外交流，持续的走动，持续的探索，然后就这样往复循环。通过这种无为而治的方式，尽量在逆风期减少自己的损失。这个时候一旦这个风吹向你们这边啊，你们就能够赢家通吃。而第4张牌呢是这个宝剑3啊，它带来的是一种我觉得感恩的祷告吧，一种乐观的心态，去积极的拥抱生活本身，不要用冷漠和麻木来保护自己，你们可以用热烈的爱去拥抱你们自己，去对抗这个世界的荒谬和虚无啊。我觉得它也是一种非常松弛的心态吧，在这1年当中暗示你们自己啊，你们无法控制除了你们自己之外的任何事情，要尊重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没有任何事情它会一直往一个不利的方向进行，因为事情的复杂性及蕴含在事物之中的事物啊，它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去预测它，不要去控制它，顺从它，接纳它，然后去拥抱它。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第3组牌我们抽到了一个太阳，一个月亮，这2张牌暗示着
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会有2件事情会得到实现。一件事情呢，它是你们能够大声说出来的那个计划啊，能够大声说出来的那个愿望会得到实现。而另一件事情呢，它对应的是这张月亮，就是你们内心当中隐隐期待的一件事情，同样也会得到实现，是你们潜意识里边的那个愿望。所以说这个月亮它有一点，它同样也象征的是你们可能会和自己达成一种和解，去完成你们内心当中可能是小时候的某个愿望吧。太阳的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个目标的达成啊，它有一点像是那种世俗方面的这个目标，成功上岸，拿到录取通知书，找到一份新的工作等等。而这个月亮呢，这个愿望它是一种很隐蔽的心理需求，很隐晦啊，你们可能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个需求它也会得到满足啊。太阳和月亮结合到一起啊，它还给我一种阴柔就是刚柔并济的感觉。就是你们接下来的一年呈现出来的状态啊，可能是外刚内柔，对外很强势，凡事都要争取自己的利益，有很强的边界感，全力以赴的去取得胜利啊，有很强的胜负欲。但是你们的内心呢，又像这个月亮一样很柔软，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你们卸下了防备，整个人的状态很松弛，非常的安静啊。你们会在2种状态之间来回的切换。可能另外的一种方式呢，就是外柔内刚啊，对外呈现出来的是这个月亮啊，就是不争不抢，也不会轻易的动怒。任何来侵犯你们的人、挑衅你们的人，都好像是一个拳头打在了棉花上，4两拨千斤的感觉。你们内心当中呢，但是你们内心当中就像这个太阳一样，有着一个非常温暖的内核，就是很坚定，看起来不争不抢，其实是因为你们有着一个坚定的目标，会朝着那个方向往前走。所以说来干扰你们的那些人啊，你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种噪音，屏蔽在你们自身的这种体系之外，整个人的思路是很清晰的，目标明确，内心坚定，反而会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力量感啊！这种笃定会给到你们很大的自信。而第3张牌呢，是这张 The Ship，接下来可能说在1年之内会发生的第3件事情，或者说第3个预言呢，就是你们会孤帆远航，无论发生什么，你们都会去做，你们都会去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甚至是风云突变，你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计划。然后呢，应该说接下来的1年，它是承上启下的1年啊，是你们收拾行李打算启程的1年，是迈入到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的1年，会带着你们的梦想驶向远方啊！我觉得这组牌啊，可能有人会打算接受高等教育、出国留学，或者说背井离乡去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啊，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有可能是当你们结束了一件事情、一段关系以后，你们就会开启一个长途的旅行，会旅行到很远的地方啊。当你们离开故土啊，那种受伤的感觉就会痊愈。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可能说你们抓住机会就会去冒险啊。对于你们来说，那么那种冒险带来的自由感就等同于安全感。那我们抽到的这张死神呢，它其实就对应的是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可能有一部分人你们会被一些身体健康的问题所困扰，那么在新的1年，你们就会经历一个向死而生的过程啊，会从一个困扰你们的问题、疾病当中慢慢的恢复和痊愈。有一些事情看似走到了僵局，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会出现一些转机，能够让你们突然的得到一个解决方案啊。所以说死神呢，其实它就是在告诉你们，当你们感到绝望的时候啊，你们的前方总会出现一道希望的曙光，照进你们的生活里边。第2张牌呢，圣杯7啊，我觉得接下来的1年，你们应该是说睡眠状况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你们之前可能会习惯性的失眠啊，或者说习惯性的熬夜啊，这种作息很阴间。当你们自身的睡眠状况或者说作息得到了一个调整之后，你们的体重问题也会得到缓解。你们之前可能一直都在努力的尝试着去减肥，但是效果不佳。但是当你们恢复了一个健康的作息之后啊，你们身体当中的内分泌会有一个重新调节的过程，反而会让你们的体重缓慢的下降，这才是一种最健康的方式去减肥。而且呢，接下来的1年，你们的这种睡眠的改善，应该也是由于
你们能够摆脱某种生存的焦虑，对应的是你们内心当中一块令你们感到很焦虑的大石头会落地。而第3张牌呢是隐士啊，一个隐士他提着灯在往前走，我觉得你们会刻意的把自己隐藏起来，用一种低调的方式来慢慢的推进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目标啊，不会大张旗鼓啊，可能还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在别人都选择放松娱乐的时间里，你们也会默默的提升自己，酝酿着什么，会有一个爆发。你们看起来是在做一件事情，其实你们在暗地里在做另一件事情，在为另一件事情做准备。那么这个隐士呢，它也会给我一种很平和的感觉啊，就是在接下来的1年当中，你们没有那么多的愤怒和怨气。当然你们有权利去审视这个世界啊，也可以去找到一个理论试图去解释这个世界，甚至是藐视这个世界。但是我觉得在这1年当中，你们会明白啊，你们真正应该做的是爱这个世界，拥抱这个世界。这样的话，你们的整个人心态就会变得无比的平和。隐士牌手里提着的这盏灯啊，是你们会找到一种真正的方式去为自己而活。它其实是一项需要训练的技能啊，它需要你们能够听到自己内心当中的声音，不断的告诉你们自己，不讨好别人，只取悦自己。所以说这张隐士呢，它代表的是一种人生秩序的回归。你们会找到你们真正要做的那些事情，你们真正想做的那些事情，你们会从自己做的那些事情当中收获到一种力量感，而不是不断的被你们所做的这个事情所消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明白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必须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不是一瞬间成为那个人，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成为那个人，而是一次又一次，一刻又一刻去成为我们想成为的那个人。所以说我觉得在这1年当中啊，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会找到一种为自己而活的方式，然后持续不断的去践行这种理念。第4张牌呢是星币1啊，在这1年当中呢，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脚踏实地的去赚钱吧，积累自己的能力、经验、人脉，它都是你们自身的一种资源，都是可以变现的。不要忽略这种存钱意识，不要忽略自己的储蓄，它能够给你们安全感。而且呢，这个星币有2只手在抓着这颗星币啊，说明你们要善于合作啊，在整合资源、建立合作的过程当中，就会有财富源源不断的，就会有这种金钱的能量向你们涌来啊。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呢，它预示在接下来的1年会有一个风口出现。如果你们能够抓住这个风口啊，可能和一些人建立合作，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解决掉你们自身的生存焦虑，得到一大笔钱。这张牌总给我一种资源溢出的感觉，就是在接下来的1年当中，可能是你们财运大爆发的1年。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